好，那么法官说这个李进勇当法官的时候啦，曾经有造假的案被立委讲出来了，李进勇很生气。以前的事情跟这有什么关系？40年前，而且我是无罪判决，1000年老案，我的案子没有助于掩饰你们组织性犯罪。所以你看，组织性犯罪是民进党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一口气咬着，就是组织性犯罪，你们就是黑帮。所以你们各地方党部都协助这个等等所以呢，李进勇被一击以后呢，终于讲出来，你们是组织性犯罪。再讲中选会委员不应该讲这个话的是中选会主委了不应该讲这话的。但是呢，好，我们看一下，他们现在担心党中央被搜索，我们看一下。所以这一次就是史上第一次嘛，这一次真的是史上第一次发生这么多的状况。那史上第一次罢免吗？高分被质询调查局长国民党立委吴宗宪痛批检调首次干预罢免。报告委员，我们不讲蓝绿，不是这样子。报告局长，我们不讲蓝绿，我只讲例子嘛。而且外面还有公务员在配合。调查局长也反击，暗指蓝营，但北市党部主委黄绿锦如涉嫌有理连署被羁押后提出抗告，也确定被驳回。高院指出，他曾制作文件给共犯，且考量政治立场有利害关系，遭蓝营痛批法官判决考量政治立场，简直前所未闻。这个绝对没有政治立场，没有政治力的一个介入这个法官是独立的一个审判，那检察官也是一个依法侦办。在蓝营各县市党部被搜索后，传出检调本周目标冲党中央，组发会办公室也改设直播间备战，要等检调登门搜索，还要全程录影。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搜索中央党部，就是一种司法迫害、政治迫害。这个检调真正来搜索中央党部的话，我们也会立刻召开国际记者会。蓝营不满伪造文书小案大办，中选会主委李进勇40年前的案子也被徐宇珍拿出来公开质询。就是前台中地方法院法官李进勇曾经要书记官造假笔录、倒填日期，你为什么不讲？这40年前的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李进勇主委不能自己一套。罢免幽灵连续延烧，从检调到选务机关都在剑指蓝营。来，志强，今天这几天我在质询那个法务部跟调查局我其实都是问一件事情很简单我说第一个我们说任何事情，我们从水平跟垂直两个来看，先从历史来看嘛。我就会说有哪一个总统民选总统，他在任内会动用司法到处搜索在野党党部，关押在野党的重要干部。我说李登辉做不到，陈水扁做不到，马英九做不到，蔡英文做不到，只有一个总统做到，叫做赖清德。在你任内，你就是做这些事情。第二个，哪一个总统在他任内会由自己以党主席身份亲自下令全党来动员罢免在野党，大罢免？其他4个总统都做不到，只有赖清德做得到。那我今天跟各位讲，在台湾现在的状况，坦白讲，已经是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不只是今天赖清德总统他率先带头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那种清算跟威压式的那种做法我们在里面面到官员都一样那今天你说他们官员他也答不出一个最根本，我刚才讲的垂直那是最根本水平，他就跟你讲说你们就组织犯罪，你们就组织犯罪问题来了真的组织犯罪没有关系，你就抓，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连署瑕疵、连署造假，请问只有在罢免这个民进党立委的选区有这个问题吗？不是吧？我先不讲历史，过去从来也没办过这些事情，你到国民党这个时候你来办国民党，你更重要的是我没有看到其他的地方你有去办那你一直跟我讲说今天是你们是组织犯罪，那奇怪了，民进党就没有组织犯罪，你那些所谓罢免国民党的里面多少的一些瑕疵连署，你没有组织犯罪，那你有没有同等标准去做？更糟糕的是什么？我瞧不起检调一个地方是什么？你知道？你看办所有的国民党的人的时候，都是斩首行动，又凶又狠又快又猛，抓党部、抓领衔人、压领衔人，全部抓，直接吹破首脑，让你后面连署进行不下去可是今天遇到所谓罢免国民党的，可能跟绿的有关系的时候，你看他干嘛？他跑去搜索那个真的有连署的连署人，去骚扰那连署人，然后弄个新闻让林佩祥被骂。你看我罢免林佩祥，结果你看我真的有连署，还被大清早6点半被叫起床。
人家去骂林佩祥，然后弄完之后，等于是警告了领衔人嘛，然后就去领衔人约喝咖啡，领衔人说我很忙，没时间不行，还很贴心的帮演改时间，改完时间聊一聊天，皆大欢喜，领衔人出来还发文肯定剪掉。你今天对待今天所谓的你们民进党的人的时候，对待绿的人的时候，你是多么客气礼遇啊！今天遇到赖以任也好，今天所谓的我们讲黄旅锦如也好，所有国民党的地方党部的时候也好，哇，你的手段雷霆万钧呐！你现在你还敢跟我讲，在上面问他们问题，跟我讲说我们勿枉勿纵，我们中立公正，你说得出这些话，我是听不下去这些话了。所以我回头又讲一件事，说真的啦，今天的台湾的司法工具化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历史之所无啦。前面几任总统也都做不到啦。那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出来？原因是再这样下去啊，一于湖底啊。那来见。而且最严重的今天呢，检调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搜索，国民党的这党部。好，现在有可能上升到这个中央党部，然后呢，从这个法务部部长，好，然后到中选会主委，都说这个是组织性犯罪。你中选会光是这一句话你就下台了。可是呢，民进党政府执政到现在，没有一个犯错说错话的这个首长会因为这样子的事情下台。今天呢，国民党不是普通的在野党国民党是在国会的最大党你民进党的席次是比国民党少的耶。国民党是在立法院里面要监督上至总统下到你们这个所有的什么科员的，是监督行政机关的最大的党他们都敢这样做。民众党呢常常拿就说，这个赖清德呢，你看这个国民党今天呢遭遇到这跟我们民众党同样的处境了吧？好，我们的民众党党部也被搜索啊。现在未来呢，你们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可能被搜索，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民众党今天的中央党部被搜索，是因为柯文哲作为总统候选人，作为身在台北市市长的时候，他所牵连到的这些案子，都跟这个他在这个总统候选人期间的时候，这些东西相关，所以他被搜索。可是国民党今天从地方党部到未来很可能中央党部被这样搜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个政治性的案件是为了罢免为了罢免的这样的事情呢被搜索，为了联署，而且是联署罢免绿的立委里面被搜索，这不叫做司法介入政治？什么样叫做司法介入政治啊？国民党今天呢，已经没有任何的这种退却的理由了刚才这个徐玉珍立委他也是组发会主委，讲的真的是算客气了。他说，如果哪一天检调来搜索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话，他们会立刻事后立刻开国际记者会。国民党还是太斯文了。就在这个检调呢登门搜索的那一刻起，你就要开直播了，请他们出示搜索票，他可以搜索什么样的东西，什么东西是在他们的搜索范围内，不在他们所指的搜索范围内的东西，一样都不准带走。你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啊，你们就是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所以才会发生这个吴宗宪委员呢在那边讲说什么，黄旅啊，他们被那个收押的时候，或是党部呢什么被收押的时候。党部啦，宜兰县党部啊，台中市党部被收押的时候，跟什么党员的这些名册啊，还有很多相关的选票什么分析，通通被塞走。你知道他们收走哪些东西啊？他们所有东西收走的东西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金主啊、捐款啊什么东西？你通通被人家拿走了嘛？国民党怎么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啊？所以呢，现在呢到这个时候了，火烧眉毛的时候，还这么的斯文。太斯文的国民党是对付不了像这个豺狼虎豹的民进党的党主席这个朱立伦醒醒吧，好不好？台北市党部国民党说党员名册都被收走，所以就要赶快缓烦。党员名册跟这什么关系？
不止带走联署书的相关文件、党员名册、动员资料，乃至赞助名单都拿走了。所以换句话说，到时候呢，这个会影响未来选举的公平性，所以要叫他赶快还。你是跟你无关的，搜索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带，它一定有一定的范围，你能带什么跟这个案情有关才可以，你通通把它带走，而且扩大解释，这个跟案情有关，那个跟案情有关，通通把它带走，可以这样子吗？我们的司法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吗？休息再回来。好，因为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啊，说他的党员名册啦、赞助啦，还有什么这个动员资料都被收了啊。那吴宗宪委员就问调查局长说啊，你连选战分析都扣走，你要给谁看呢？你调查局要看这个，还是要给上级看呢？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的发言人也说，黄绿锦如被羁押是政治办案，因为在处分书上面有写。就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昨天看也怪怪的，他的政治立场跟他要不要再被羁押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很奇怪嘛，因为黄绿锦如被羁押，他们抗告，律师抗告，那后来抗告被驳回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因为他们政治立场都一样，所以他们有可能串供。这个能够写在判决，在这个裁定书上，这是我都不敢想象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他们认为说。政治办案不演啦，而且呢，法官把政治立场都写在驳回的处分书里面，是前所未闻的。政治立场可以作为羁押的理由吗？那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是呢？然后呢，法务部长说没有政治立场，那你那个那个裁定书怎么写的呢？裁定书写是因为黄旅的政治立场啊，他当然不止这个理由了，还有说什么事后有什么文件啊给谁，也不想是什么文件。但是中间这一句，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意思就是他们都是同伙的嘛，政治立场一样，所以就会串供。那是怎样呢？那民进党政治立场人一样也很多，那是不是以后都要抓起来呢？都要防止串供呢？所以呢，联合报的评论就是说，黄旅因为政治立场被压，那明天到底谁会被压？因为呢，黄旅锦的收押裁定书出现政治立场的字眼，所以司法现在径向绿营表忠。看得很难让人不倒胃口。以前只有检察官，因为检察官要升迁，现在法院都这样子，你不会让人觉得大家觉得法院不管怎么，有些法官还能够把守最后一道防线，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那台北市的这个议长戴其清，他因为被任命做党部的代理主委，他说很多资深党工都想对了，资深党工就是说，搞了一辈子，怎么到现在年纪大了，快退休了，还可能被抓。所以党工也不想干了那李孝亮呢，当时就讲，因为他今天被约谈嘛他说呢，这个第一种可能是把他跟赖以人都押了，不赖以人放了第二种可能是现在赖以人放了，第二个可能两个都放了，然后呢都放了以后呢，就会说呢都是他们，你看廖北然后去咬党中央，所以把他们放了另外呢是一押一放所以呢这个一个就被党中央被搜索的锅因为他们都想说，为什么当时都交保了30万50万交保，为什么这时候今天又开庭呢？而且这个庭还不是政治发传票这是发个传真给律师就要开庭了。但为什么这个时候开？他们就揣测嘛，我就想是不是这个时候呢，要他们再咬党中央是不是这个意思那现在呢，这个2阶段的罢免现在说最差会有25个成案为什么现在是这样说呢，可能不过的，可能有离门槛还有距离的，有苗栗的陈超明、邱正军，彰化的谢依凤，新竹的徐新颖这个可能现在联署还没有完全达到。另外呢，会过的，但是呢怕就刚达标，中间可能会有错的也可能有死人有错假所以呢，罗明才、吕玉玲、邱若华，这是桃园的，罗明才是新北的，新竹的林思明，台中的杨琼英，南投的马文君他们说呢，最差的情况就是说这6个加这4个都不过，那就变成25个，因为他35个嘛，扣掉10个变成25个会成案但是他们还在想要补件，这6个人要补件
那另外呢，朱立伦有说他们做民调了哈，说台北市5个都在安全名单了。戴希就讲对一半，主要还是要投票了。你不投票做民调都没用了。我不是常举例吗？莱猪大家都不要吃公投的时候了，结果是公投不吃莱猪没过，还吃莱猪了，不过很多人不来投票，投票不过所以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罢免是一个仇恨动员，仇恨力量是很大的。我们常常讲，爱的力量很大，恨的力量有时候更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因为恨你25%出来就够了他恨的原因很多，一方面你让我的人没当选嘛，第二个呢，我看你在立法院表现好讨厌嘛，你在立法院讲那么多话干嘛？辩论干嘛？最好你们都没声音，所以呢，这个仇恨动员，那你对方就反罢免，就你必须要出来嘛，那你不出来，光民调做家里做是没用的嘛，好，另外就是说呢，因为张克进领衔人，他说我不要领衔了，那这怎么办？没有什么不要领衔的，选罢法并没有领衔人，因为根本没想到领衔人会退，你一阶段你搞了3-4千人去联署，2阶段搞了3-4万联署，所以你说我不干了，我跑了，你怎么对这几万人交代呢？所以你原来就没想到说你领衔人会跑没有这个事情嘛？那所以呢，但是呢，你因为要送2阶段的件，比如说4万人签了要罢免吴思瑶，这4万个人必须要件送到中选会去，这要领衔人去送。这个法律也很奇怪，我觉得这个立法院你们这个法律就干嘛一定要领衔人送呢？非要领衔人送，如果领衔人不送呢，他要委托一个人来送。那委托的时候要委托书啊，对不对？都要写名字啊、姓名啊、身份证号码等等这个等等，还要有身份证，还要盖章或要签名所以呢，李进勇今天在立法院是送件一定要领衔人送，其他人是没有资格的。如果领衔人不能够亲自送件，要提出委托书，委托什么？我委托什么人？然后我是委托人，然后谁人被我委托，他的姓名、他的户籍地址、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然后双方的身份证都要带去。那所以呢，这个戴习庆就说，现在台北市党部是3管齐下了。第一个呢，就向党员再寄发联署书，什么意思？就是说能不能换领衔人？要1/2的原来的，比如3-4千个人，那叫提议人，提议人的一半才可以换领衔人。第二个呢，5月18号要办2场造势活动。第三个呢，国民党议员的宣传车、战车改为行动联署站，到处会去行动，然后可以联署等等好吧？那我们看一下。虽然送件，但不是结束。台州罢免严宽和杨琼英团队日期达标，先前放话只要过门槛就剃光头的前立委陈柏惟也说会立刻兑现承诺。理光头的专业器具我都已经准备好，过关就会马上这个兑现诺言，集众人之力。落下3000烦恼丝，然后送上3000份联署书。而云林罢免丁学中，台北罢免李彦秀团队也浩浩荡荡送件。截至6号，罢免国民党立委已经有20个团队送件成功，将近30个团队联署已过2阶门槛。但另一头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团队，先前因为领衔人张克进退出，必须更换成被捕领衔人，因此推出了归于回邮计划。团队一早到邮局寄同意书，希望1阶段的提议人能填写后回寄。第一梯是2000件那第2梯次的部分呢，我们会加紧的作业。有人再说我们没有摆摊、没有联署，地动山摇团队会直接把联署站开到吴思瑶在承德路7段的门口。只是罢免潮，根据 TPOC 最新民调数据，蓝委网络仇恨值前5名分别是徐小新、叶元之、赖世宝、傅昆萁、王宏威，总声量前5名多了罗志强，其他名单几乎重叠，也是这回罢免被锁定的主要目标。新生代的蓝委罢免之后，你觉得这件事就结束了吗？我们反正如果假设真的是被罢免掉，我也没事做我就去慢慢一个一个帮你罢免被罢免之后就不能选台北市长吗？大罢免进入关键倒数，罢团跟立委全都紧抓每分每秒。来，林涛，你基本上可以看到，现在包括调查局、包括法务部长，他们已经让台湾变成一个非常时刻了。这个时刻是所有的公民团体领衔人跟所有的民意代表，
他们都全部要杀，就是全部要给你歼灭了。就是说，这是台湾的一个很特殊的非常时刻。我要讲哈，就是说今天早上国民党智库再度放出57%的人，其实是对赖清德没有面对关税战跟经济，而在搞大罢免是非常非常不满的。那当然，这一个民调到最后要吹出来，变成我们所有立法委员的不同意票，那还是不同理路，所以到最后一定会抢救了，就是说大家要出来投不同意票才算数。可是各位好朋友，你自己看哦，这整个所有现在的伪造文书，就是文书的罪跟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罪，从来台湾的历史上没有这样查办的。今天李进勇在立法院被问到，他以前教唆伪造文书案，请问他有被搜索吗？请问他有被羁押吗？支支吾吾讲不出来，因为根本没有人因此被搜索被羁押。高雄的罢免案已经讲很多次，95个死人，难道是在这个联署的那一天之前全部死了？不是。那就是死了联署，那抄的这些人到最后被高检的不起诉判决书讲领衔人不是公家机关，他没有能力去判断这些联署书，一样是不起诉。现在全部都翻了，因为他们就是要把你杀到底。现在看起来是什么？是组织犯罪。什么叫组织犯罪？我讲刚才主发会主委徐宇在讲。现在从这个礼拜，包括我看采薇也是有在参与。礼拜一开始，整个中央党部的主发会变成 open 主发会，门打开直播，你有种你来查嘛。什么样的罪可以亲门大户到台湾最大在野党中央党部？所以8点第一场是采薇跟吴宗宪坐在那边讲给大家听嘛。你凭什么？像刚才吴宗宪也去这个质询陈百里，你凭什么扣别人手机？你凭什么带走人家的募款资料跟选战的机密？这些在过去刑事诉讼法的搜索里面没有可能发生这件事情，他通通干了，他就是违法乱纪。各位好朋友，这几天你都可以听到4个字，叫做组织犯罪。组织犯罪呢，从李进勇口中讲，从这些民进党的高层讲，可是组织犯罪你自己去看他的法条，看到里面的法条是强暴、胁迫、恐吓或本刑5年以上，请问伪造文书是吗？而在国际上的组织犯罪，毒品、人口走私、这个武器的黑市、掳人勒赎，请问哪一项是这一次所有的好朋友的文书案跟个人保护法？没有，他基本上就要给你灌一个组织犯罪，要查到你中央党部。我说真的，现在门打开，你敢查吗？为什么不敢查？因为法律上根本没有写到文书跟个人资料保护法跟组织犯罪有关，所以你现在正在挑战台湾法治的最低层的最后一个线。我现在讲，因为刚才戴锡清议长也讲，很多的党工确实因为被查，心生觉得说我从事党务、从事公共事务。刚才我们跟采薇讲，没有一个台湾的时代从事公共事务要被追杀成这样子。台湾现在赖清德执政是非常特殊的状况，在这个状况之下，拜托大家，真的你要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票，你才能阻挡过赖清德。如果这个叫组织犯罪是可以这样定义的话，那现在很多各地检察官我听到的很多是滥权搜索的。很多是威胁证人的，是威胁被告哦，你不可以这样，你出去不可以说是政治迫害，那是威胁。那检察官这算不算组织犯罪呢？有这么多在不同地方的检察官，你有犯罪了，这个是不对的哦，只是你没有把它录音录下来而已哦。这是一个。第二个，民进党一下发动罢免35个这个蓝营的立委，这是不是组织犯罪呢？你是违反这个选举的原则嘛，对不对？宪法也不是这样规定，罢免是叫你这样干的吗？那你民进党这算不算组织犯罪呢？对，你要这样乱定义，那么大家都在乱定义啊，就国民党也可以乱定义啊。来，这个才会在赖清德时代是人人自危啦。简单来说，民进党就把整个台湾社会分化成2类人，一类呢就是支持赖清德，不是支持民进党是叫做支持赖清德的这一类人，好高枕无忧，可以爽爽过生活。另外一类人呢，就是包含国民党。包含民进党党内不支持赖清德的那一些人，这一些人赖清德他就会用各种司法手段，还有媒体
放话去针对你。所以民进党他从头到尾都在玩一种游戏啊。赖清德虽然嘴巴说这个大罢免都是民团发起的，然后再借由这个发言人民进党的民代党公职等等，说这个主席下令啊，30几席全部要过，其实都是在玩一个两面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赖清德他就是要直接告诉底下的官员，直接告诉包含这些司法检调的官员，甚至是基层，我今天赖清德讲了算。所以这个就是民进党党意要做的事情，你们就要执行下去。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上梁不正下梁歪，赖清德都敢这样子讲了，下面的人怎么不敢这样子做呢？所以黄吕锦如那他说因为政治立场所以被羁押，大家很意外吗？现在就是因为你的政治立场，赖清德就是要搞你。我讲很简单的，我在议会现在也遇到一件事情，我坦坦荡荡，我清清白白的所知。但是呢，今天中正一分局呢就要刻意去放给特定媒体说，我所知是因为当时候这个中正一不让我们进去北检，所以蓝营的议员在报复，然后就放给特定媒体，就这样。然后就说是我们刻意的是要去复仇还是什么什么等等的，我就问，如果赖清德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子的态度，请问你警察局你敢做这样的事情吗？所以我简单来说嘛，民进党嘴巴上不讲戒严，但是做的任何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质戒严。我刚刚讲说，检察官如果你到时候这个违法去搜证啊，或者是违法去恐吓这个当事人哈，这是违法的。那你各地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算是组织犯罪？那民进党发起罢免35个这个国民党的蓝委，说他们组织犯罪，你听起来很荒谬，对不对？这就是以荒谬对荒谬啊，sarcastic to sarcastic 啊。因为呢，民进党当时搞了一堆匪谍，民进党就说，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敌人啊，所以他们才派一堆匪谍来啊。国民党没有啊，你不觉得很荒谬吗？所以什么样荒谬的事，民进党都敢讲，国民党就不敢讲啊，就不敢讲啊。就讲啊，你怕什么呢？这叫荒谬对荒谬。很多时候不要太认真，休息再回来。好，那么郭志辉因为呢宴请 AIT 的官员被质疑图利了，那这个事情好几个啦。第一个就是说呢，这个 AIT 官员能不能接受招待？你的规范到底是怎样？可不可以收礼物？这是一个。AIT 今天也说明我们都遵守我们国务院的规范，这是一个。真的有遵守规范吗？不知道。第二个呢，那你自己开的餐厅，你现在说你自己出钱，是真的都你自己出钱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就算你自己出钱，你可以跑到你自己的餐厅去吗？那这样是不是有这个宣传图利自己的嫌疑，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镜周刊》登，《镜周刊》以前是什么抓柯文哲啦，什么一大堆，都《镜周刊》非常清楚的都给你登的这个巨细靡遗。那《镜周刊》登是不是民进党中间有什么风吹草动，闻到什么讯息，所以《镜周刊》才登？因为这个周刊政治立场比较特别嘛，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哇，《镜周刊》登，是不是表示民进党是想把郭志辉换掉了或者民进党里面有人对他不满意？他有各种面向讨论这个事件哈。你看 AIT 果然站出来了。AIT 说呢，被人家爆出22万宴请鼓励言，这些人 AIT 说我们遵守国务院规范的准则，我们都有遵守的没有乱拿东西，没有乱吃东西的那另外呢，郭志辉说这个逻辑很唐突的，我自己掏腰包都不行吗？我自己掏腰包不行吗？很多时候自掏腰包也不行的那另外呢，郭志辉被质疑说他图利公私不分，郭志辉说你要提出证据啊，我什么时候图利了？我什么时候公私不分呢？所以呢，这个镜周刊还说呢，说我们报道是有所本，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乱讲的这个我们呢，这个报道质疑他公私不分，还有图利，我们讲了一大堆了，告诉你说我们是有所本的我们是经过长期的调查的那另外习小新呢说呢，郭志辉的崇越公司，他的子公司有计划在台东设风机，所以呢，是不是因为经济部啦，是不是要图利东岸的风电？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
东成科系的筹备处的总部就是在崇越科技，不管是从电话或者是从地址，都可以看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东成整个这个计划里面，是不是就是经济部郭志辉部长拿来做图利崇越公司的一个敲门砖？在5年前已经就不管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指控，我觉得非常的这个讶异，而且这个在立法院呢，在经济委员会也有委员执行过了，我讲过了，这个东岸的这个风力发电，县政府如果不同意，经济部也不会这个通过。那志强，我觉得哈，第一个，我觉得郭志辉本来就不适任了，坦白讲，就是一个不适任经济部长。我相信国成委员跟他对过好几次，每天胡说八道，不知道干嘛，永远是状况外。你就问什么他都不知道啊！不，有些官员是这样，不知道就顿住了啊，答不出来。他没有，他不知道给你乱凹，东扯西扯，胡说八道。很多经典案例啦，比方说叫那个台电员工你不高兴可以走啊，离开啊，对不对？我对他也遇到一个，真当场被他弄到快吐血了。我问他哈，川普那有一阵不是说要科台湾晶片关税100%吗？然后我就问他，我问院长哦，我问院长说你觉得这样合理吗？院长把那个部长找进来啊，找上来，就这个部长就郭志辉说没有不合理啊，我那傻住说啊，你是中华民国的官员吗？院长马上跟他讲没有，他的意思是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没有不合理。他是美国经济部长。那我就说好，没关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现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请问有没有不合理？他说并没有不合理。他再强调一次，他说200%、300%才不合理。我跟各位讲，你连院长都已经跟他稍微跟他叫不要乱讲话，他还是照样乱讲啊。所以我回头说啊，当然《镜周刊》在打这一波，其实我觉得啊，当然有他们内部派系斗争的那个用意存在。但是真的说实在话，为我们台湾好，这部长赶快下台比较好了。那你说 AIT 的事情，他事后跟你讲说他自己掏腰包，对不对？那我跟你讲，也可能是危机管理啊。但我不知道，不管怎么样讲。你请 AIT 宴请那是公务，你为什么是自己私掏腰包呢？对、啊。那重点是你一定要跑到你自己家的那个地方去，你就连这一点的基本分际你都没搞清楚嘛。那再有我跟你讲，今天他们那个崇越哈牵涉到这个所谓的台东的那个风电哈，我跟你讲，我说起来真的是坦白是很没有良心的。我自己哈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政治上比较低潮，不是徒步环岛的。我想，我走过长滨乡，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你如果徒步走长滨乡，你就会觉得那个地方有多美，说多美就多美。你看到那个日出到日落哈，那个整个景致的变化，那月光海岸升起来跟一道桥一样，那月光桥漂亮的不得了。你给我在那边插一堆风机，什么意思？所以我跟各位讲，这个部长不管从私、从公、从国家，他没有一个地方是适任的，赶快换掉，对国家比较好了。来，郭成委员，我觉得郭志辉啊，他这个人算很天才了哈。那我说实在，因为我也不想骂他，因为我在执行，昨天我在总执行的时候，我还问他，第一个，那你为什么，5.1的时候要说不高兴你可以离开？那些客家官没有功啊，劳工是考进来的，你怎么说不高兴你就可以离开？其实这些3万多个员工对你本来就不高兴，你应该要离开，可是。他又不讲。好，第二个，我又问卓荣泰院长，我说一个部长用22万，请问现在是用公家的钱，或者用私人的钱？私人的钱是你自己付的吗？或者叫朋友来付？那更严重。这个很明显呐、他的分际不拿捏，不但分际不拿捏，他还什么？他还自己说他自己出钱。我要求卓荣泰院长。请你把它理清楚。那卓院长当然说他要找他谈一谈，我把它理清楚。可是我明天还是会问这个明天还是会问这个。我是觉得这样这是绿营的文化，赖政府的文化，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所有的部长，你说刚刚我们前段所讲的组织犯罪，这个才是组织犯罪嘞。什么叫组织犯罪？内政部长说首脑是组织犯罪，调查局也这样讲，还有。法务部长也这样讲，从头开始不是只有这样，民进党里面也讲
这叫做组织犯罪，这才是。那你们还是这样，所有部长通通都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啊，哈，把它查清楚。郭志辉的问题不是只有不适任，是觉得赖政府全部的官员都不适任，所以台湾再这样搞下去，真的会很惨的。在这《镜周刊》呢曝光郭志辉这个事情之前的前一天，《中国时报》呢就曝光了，就是说，赖清德在520之后，他们不是要有战斗内阁哈，这里面呢有2类人要走人，一种人呢是小英点名的人，啊，赖清德不喜欢有小英的人马在里面，所以国防部长就被点名啦，哈。另外一种人是像郭志辉，他这样是明显不适合的人，一种是无能，一种是没有不是赖清德自己人马，不是自己人马了。但是呢，《镜周刊》呢曝光这个消息呢，我认为不是赖清德方面呢弄出来的哈，因为呢，赖清德是请郭志辉到这个来当经济部部长的。他当初的时候呢，还被认为说是一个亮点哈，他只是表现得太差了哈，让赖清德很没面子罢了啊。真的有亮点人不来了，就是很没面子。可是我们仔细的看哈，他这个《镜周刊》曝光的这个照片，他有他们场内宴请的照片哎，还再加上《镜周刊》在外面拍的画面，有谁能够再把场内宴请的画面弄出来？当然是经济部自己人啊，总不会是 AIT 漏的嘛。那为什么经济部有人看不下去，要把这个东西弄出来？然后是谁漏的呢？是不是就是漏到民进党里面？哈，现在呢，觉得赖清德呢太独断了，好，这个新潮流系赖系的人马通吃，好就不爽，所以把这个照片呢就曝光出来。我觉得这个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哈，郭志辉他说我自费啊，为什么不行？错，不行，你不能自费的。你以为你谁啊？你以为你是川普啊？川普这个当了总统，还在他的这个海湖庄园里面，这个请客啊，然后各国的元首啊，到美国去。你看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大家都去朝圣啊，住海湖庄园，住在这个川普他名下的这个饭店，赚了多少钱？是没有人能够管得到这个川普的。你郭志辉你是要受这些限制的。你不能自己出钱，你今天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宴请 AIT？ 你今天是以经济部长的身份来宴请 AIT 的官员，堂而皇之、名正言顺，为什么要你自己出钱？你自己出钱，你是用什么身份去请他？是前重越的董事长吗？今天 AIT 的人如果不是冲着你是现任的经济部长郭志辉，他来吃这个饭干嘛呀？所以不对的，莫名其妙。你不是说你自己呢，我自费就可以过关的，不对的。而且呢 ，AIT 呢也是个瞎，好，就说今天呢就被人家这个逮到了吧？好，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切都按照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规范，我们是不知道这个 AIT。美国国务院呢，哈，对于 AIT 那种收礼到底有多严的这个规范，新加坡是不能收的啦，哈。新加坡的官员呢，他一定的金额以上都不能收，所以我想赵先生也很有经验哈，就是我们在跟这个新加坡的驻台的这个官员，或是新加坡本地的这个官员来往的时候，他们连一点点小礼物呢，他们都不愿意收，因为在这里可能就要呈报很麻烦，哎。所以我们也还蛮好奇的这件事情呢。现在这个国务院呢，美国国务院既然在裁员的话，查一下吧。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莱猪哈，大家还是不想吃吧？你愿意吃莱猪吗？能够不吃，当然最好不吃嘛。对不对？现在呢，一周里面查出3批澳洲猪脚是有来剂，那食药署就说没有违规啊，标准范围之内啊，所以呢，我们不会公布流向啊，那连医界都出来说原产地的标示还要清楚一点吧，这奇怪呢，其实进了不少的这个莱猪啊、美猪的，到现在为止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真的不知道啊，然后呢，莱猪来了。猪农就说这惨了，小型养猪场恐怕全部都离牧了，都不养了。5000头以下就叫做这个小型养猪场，不是那种大型的几万头、几十万头哈，所以就很难了，很难活下去了哈。那另外呢，食药署说
我们也不会提高我们边境抽验比例，不会的。我们也不会公布流向的，因为我们现在一般抽查是2%到10%，很少了。100批猪肉进来，你再抽2批而已，才98批都放。那国民党团说你这个是食安黑箱嘛，不允许的，不可以这样子的。那台北市昨天就说我们要加紧来查验。那台中市也认为说呢，我们有5大作为，要保障消费者有知的权利那另外呢，这个张家俊委员就说政府卸责嘛，莱猪吃一辈子都不会超标，他们讲说你要吃几十吨啊，多少个莱猪才可能啊等等，我就不解了哈。以前民进党不是说绝对零容忍吗？不可以有任何的这个查出来这些东西吗？那民进党现在对辐射也是这样讲，不可以有核电，为什么呢？一点辐射都不可以有，太阳的辐射都很高啊。我们要多少辐射才能够超标呢？不行，辐射是不能超标的。莱猪是可以超标的，这什么样的逻辑呢？我们看一下。北市卫生局人员直奔美式卖场肉品区，小心翼翼把进口猪肉封起带回。突如其来的抽验，都是因为最近接连出现3批莱猪入境台湾。为了确保市民能够吃得安心、吃得健康，我们趁地启动了猪肉的标示查核暨抽验的专案。北市开出第一枪，自然是要让市民安心。根据食药署的莱猪仪表板，5月5号查验到2批来自澳洲，总重约47吨的含莱剂猪脚，分别为0.002及0.003 ppm。不过两者皆未超标，食药署也予以放行。根据食药署说法，这2批货源跟日前曝光的品田农畜一样，都来自澳洲同间公司。而这回肉品被检出莱克多巴胺的进口商呢，地址就登记在南京东路上面。第一时间，他们也发出声明向国人致歉。进口商华宏国际贸易表示，过去从未进口莱猪，所以这一次检出值极低，也符合规范。但因莱剂残留引发社会关切，深感歉责。而在责任归属厘清前，不会进行该批肉品销售、分装、销毁等事宜。另外，最先爆出莱剂猪脚的公司台中市府也在5号前往抽验。这一批23000公斤左右的这个澳洲猪肉呢，都在这个品田的冷冻库里面，没有流出。我们的经发局、卫生局等等相关单位都有开始启动这个查的工作。就算是合规莱猪，但国人闻来色变，零检出最保险。我觉得政府对于食安当然还是采取最高、最严格的标准，所以食安零容忍不应该只是口号。那这一次边境查验出这样子的一个莱剂的问题，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根据国际的标准，这个 Codex 的标准呢，是我们一项检验的依据。但是，一旦民众对于这个有忧虑的时候，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加强的检验，包括这个边境的抽查等等，让民众能够安心。那刚刚讲各县市政府他们也有各自的作为嘛，包括流向等等哦。那我觉得对于民众而言，产地来源标示清楚，让民众知道有选择的权利，这个是我们目前对于相关进口，不管是美牛、美猪，或者现在所出现的澳猪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态度跟标准。这个也是跟国际一样，而且相较之下，台湾的标准其实是更严格的。好，那么媒体是问了哈，联合报问说呢，牛跟猪的来源标示能不能守得住？因为现在我们是有标示从哪里来的哈，没有标示超不超标哈，那超标是不可以的，不超标它就不标示了，不告诉你。但是来源至少还有标示嘛，美牛啊，美猪啊，这个澳猪啊等等哈。那但是美国现在就说你这个是贸易障碍，标示来源都是贸易障碍，奇怪了，为什么标示美猪是贸易障碍呢？你们对你自己的猪那么没有信心吗？那譬如说，他们还反对我们在学校里面的什么有机不有机的黄豆，他也反对，不能标，不能标这个基因改造的，这也很奇怪啊。事实上，美国有很多有机黄豆啊，美国不是都是基因改造，美国有，我看过很多豆浆进来都标示这是美国的非基改的黄豆，也有啊，这奇怪呢。你们现在鱼目混珠都混在一起，大家都不知道，不是很奇怪吗？才会。现在门都打开了，瘦肉精、猪肉进来，其实早就是迟早的问题。可是真的问题是在于，过去呢，只要是验出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它就是可以把它直接挡在谷门外，直接挡在关外。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它标准降低，并不是零检出，所以我们连流向可能到哪边，现在都是一个困难。那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当初你们蔡政府嘴上讲的这么好听，零容忍，那结果呢，一看到美国一样。
样就低头了，然后所有敞开大门。但是这绝对不是最后，绝对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因为现在更担心的是，那现在在跟美国谈判，而且美国都已经说话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嘛。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还会有更多美国要求的要降低这一些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呢？那如果包含食品这一些安全，你所有的大门都敞开了，那未来伤害的是什么？伤害的包含就是我们的这个农渔畜牧业，还有食安管制。你说地方政府要去管制，的确我们可以去针对后端去做管制，问题是你前端都没有管好，你把这一些有问题的东西通通都放到我台北市境内的话，我要去管制，说真的，那个都只能善后处理了。林涛，桃园怎么样？这个基本上每次乃金姐都会讲到一句话：反常必有妖。确实是啊，为什么在5月1号之后是台币升值，然后莱猪的新闻出来，基本上这2件事情都在测试美国贸易谈判对台湾接下来要放松一个测试的水温嘛。所以今天他也不要从美猪来，他从澳洲来测试一下，到底主管机关如果放宽他的标准，台湾民众可不可以接受？你看邱泰源说什么？依法处理，浓度不到，所以不能查这个溯源，也不能挡，这是主管机关的态度哎。但另外一件事情，我还是必须讲，台湾猪是比较好吃。美国牛是好吃，台湾猪好吃，桃园的黑毛猪跟云林快乐猪都比较好吃。那像是各县市政府，我们也要求啊，就是说，如果今天中央的卫福部邱泰源他是依法处理，他是浓度不管，只要我觉得在特别是猪的产地，就是说台湾猪的产地，如果有发现这些事情，我觉得县市政府中央不管，地方要管。志强，其实林涛讲中了啦，跟莱猪本来就只有。但之前啊，就是装死。那现在为什么突然想从澳洲开始测风向嘛？替美国开路，啦。所以也就谈判完，美国开路，包括汇率。所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没有美国压力，早点承认。乃金，我们现在政府呢分2大块，一块呢就负责经贸谈判的呢，简直就像是美国的这个乖儿子一样哈。央行总裁也出来替他说明，外交部还发了一个声明说，央行。